今年以来，一个名为“匿名者64”的黑客组织，针对大陆和港澳地区频繁开展网络攻击，颠倒黑白、散布谣言。对此，国家安全机关立即行动，深入调查确认，“匿名者64”组织并非普通黑客，而是由台独势力豢养的一支网军，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并依法对3人立案侦查。匿名者64组织的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析中心。所谓资通电军是台当局2017年6月建立的所谓第4军种，直属于台防卫部门，主要承担电子作战、信息作战、网络作战及军线维护管理等职能。该中心专职负责对大陆实施网络认知战、舆论战。2023年6月，该中心以匿名者64组织的名义注册社交媒体账号，肆无忌惮地实施网络攻击和反宣破坏活动。该组织成立以来，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70余条动态，用所谓战果博人眼球，吸引流量。曝光的攻击目标涉及户外电子屏幕、自动售卖机、网络电视等联网设备，以及新闻媒体、航空公司、大专院校等门户网站，试图营造出大陆网络安全防护极为脆弱的假象。然而，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匿名者64组织展示的战果大量注水、夸大其词，被攻击的网站大多是山寨版的假官方网站或长期无人关注的僵尸网站。更有甚者是该组织通过 P 图等方式制作而成。例如8月2号，一家小型互联网企业运营的网站遭匿名者64组织攻击，因该网站挂载了多家高校官方论坛的登录地址，就被匿名者64组织硬说成控制了大陆40所高校的官方论坛。目前国家安全机关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其中包括台湾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罗俊明、洪立奇、廖伟伦。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对3人立案侦查。其实像这一个匿名者64这样的一个台湾资通电军，在埋伏在大陆跟网络平台，在进行认知作战的情况，已经由来已久，而且非常的普遍。尤其在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后，这个情况更加的恶化。这一次匿名者64既然已经被国安部门侦破，那就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成功的开始，把所有在网络平台里面的坏分子全部一网打尽。说起台独网军，就不得不提到岛内最为臭名昭著的1450。早在2019年，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曾被指控编列1450万元新台币预算，以每月4万元新台币以上薪资公开招募网军人员。自此，绿营网军正式走进台湾民众视野，1450也成为了绿营网军的代名词。自民进党执政以来，其豢养的网军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除了带风向、带节奏、散播假消息外，为民进党粉饰太平、打击岛内异己、挑动两岸对立等，都是这些网络水军最为擅长的领域。近日以恶作剧之吻“我可能不会爱你”风靡两岸的台湾演员林依晨，因在大陆一档综艺节目上说了一句“我是成都人”，就遭到岛内亲绿网军网暴。9月11号，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演艺人员介绍自己的祖籍地，表达对中华儿女身份的认同，人之常情，何错之有？亲绿网军对一些艺人的网暴再度证明台独即台独，反中则反制，岛内长期去中国化，荼毒甚巨，贻害无穷。不仅如此，曾与蔡英文合拍过视频，立场相当亲绿的台湾网红钟明轩也被1450骂惨了。原因只是他今年3月来大陆玩了几天，并通过 Vlog 记录下沿途所遇。在总结自己大陆之行时，钟明轩感慨大陆其实没那么恐怖，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按理说，在岛内拥有114万粉丝的钟明轩，应该是颇受绿营宠爱的网红达人，万没想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却成为绿营网军指控其十恶不赦的罪证。更有甚者，民进党网军用键盘杀人，已然跌破人性底线。2018年，日本关西机场因受台风重创临时关闭，台湾旅客受困，中国大陆驻当地领事馆及时伸出援手，两岸一家亲，这本是互帮互助的好事。然而，外号卡神的民进党党员杨惠如却率网军带风向，质疑台湾驻大阪办事处负责人苏启成未提供妥善协助，给后者制造了巨大压力，直至不堪忍受而自杀。更离谱的是，尽管杨惠如被控有罪，但民进党控制的司法机关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此事在岛内掀起轩然大波，也给岛内民众上了深刻一课。因为民进党是不希望台湾人民了解真实的大陆，
他希望尽量的丑化、妖魔化大陆，才能够使他抗中保台的合理性提高。因为抗中保台是要维持政权、争取选票、发展权力最重要的 slogan。从台湾的网军以及潜伏在大陆的网军或者叫水军，来进行两面的网暴嘛，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报道真实的中国大陆的文章或视频，让它绝迹于网络之上。民进党将网军视为撒手锏，由党内高层直接授意管理。事实上，赖清德本人在民进党内斗中就曾长期打造网军攻击受害者的形象。例如，2019年在赖清德以突袭时宣布参加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其参选到底的社交平台贴文发布不到1天，就涌入上万留言，指控赖清德偷袭小英、背叛民进党、没诚信。还有蔡英文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毁赖3部曲，质疑赖清德的诚信政绩。在要被口水淹没之际，赖清德公开叫板蔡英文，要蔡英文的网军停止对他的攻击。然而吊诡的是，昔日饱受网军网暴之苦的赖清德，上台第1年就被爆出宣传预算增至近15亿元新台币，增幅高达65.4%。有分析认为，一向善于操弄意识形态的民进党当局，此举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笔钱势必将流入特定群体的口袋，沦为绿营豢养网军、发展侧翼、培养爪牙的私产。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经费长期过度集中在绿媒和绿油油，所谓反诈骗宣传预算全部包给偏绿网红媒体，打诈预算创新高，诈骗也创新高，实在讽刺。更可憎的是，民进党当局发展爪牙，进行洗脑式的大内宣，花的却是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台湾现在的内部基本上就是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很多支持统一的人现在开始闭口不谈了，开始不敢讲话了。民进党这15亿预算还没有通过，它的效果就已经呈现了，它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